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 Dr. Harvey 的頻道，我是 Harvey。那今天呢，再次請到我的創投好朋友 Bill。嗨 ，OK，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一個話題呢，是我覺得我之前在創辦公司還有跟很多創辦人聊的過程中呢，一開始很容易有的一個誤解，就是我run新創公司，我在募資的時候，估值越高越好。Okay，那我們前一支影片有稍微講到這個估值的邏輯啊，基本上估值是對未來的一個預期。沒錯。那我用個很形象化的比喻。我現在給你的估值越高，表示什麼？表示我對你的期待越高。沒錯。OK， 當我對你的期待越高，如果最後你沒有達到那個期待的話呢，那個期待之間的落差會嚴重的傷害到你。那我這邊先跟大家講個邏輯，就是我們在 run 新創公司啊，一般的新創公司，所有的股份都不值錢，因為它沒有流動性。沒錯。OK， 你創辦人說，我好多股份，現在估值是這樣，所以我是紙上大富翁，但沒有用，因為你賣不掉。什麼時候可以賣呢？要麼你被併購，要麼你上市。當然，現在有一些 secondary 出場的機會，這我們之後再獨立談。沒錯。那你如果去想，我要怎麼樣把公司成長到可以被併購或可以上市，它其實是一條時間軸。OK， 假設我走到最後是可以成功出場的，過程中會有很多節點。OK， 不同的 milestone， 比如說我完成產品開發，我有第一個客戶，我有第10個客戶，我有海外市場。OK， 很多 milestone。那比較好的方式會是把這些 milestone 切細分出來，很嚴謹的設計出，為了達到這個 milestone， 我大概需要多少錢。那如果達到這個 milestone， 代表證明了什麼事情 ？OK， 或者我們像在投資圈會講 de-risk 了什麼？沒錯 ，de-risk 了什麼？是 de-risk 你的 technology risk 嗎 ？de-risk 你的 market risk 嗎？對。那你在從第一天一路到最後一天能夠成功出場過程中，這些 milestone 會很關鍵。那為了支持達到這些 milestone， 你必須要用對應的估值來達到下一個 milestone 需要的錢。OK， 那注意這邊是對應的估值。沒錯。那 Bill可以講一下為什麼太高的估值會導致這整盤崩潰？回到新創募資啊，其實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估值就定了。今天創辦人跟投資人談，估值漲20個 million，然後投資人覺得 OK 接受，其實就是這樣，估值20 million 就出來了。可能今天下一個投資人會回來看說，當初定這個20個 million 的這個投資人是只有一個嗎？還是其實有好幾個一起進來？好幾個進來，我相信他的這個說服力是會更強的，畢竟更多人一起上車。但持續這樣說服，我想最終就像Harvey剛剛提的，終究新創要出場，這個股票才有流動性，才有它變現的這個可能。所以終究今天你要從少數幾個相信你的投資人，變成公開市場各種大家常見的各種股民們，那其實這種情況下，還能撐起這樣的估值嗎？其實就值得討論。所以其實當一開始新創估值定得太高，那市場接受度其實如果沒那麼高，你上去 IPO 後還是會 crush 下來。這個剛好可以分享一個 fun fact，我回去看2024年的美國的生技公司 IPO， 大概差不多22間吧，然後22間裡面只有2間它現在的價格比 IPO 的價格高。簡單來說，其他20間都是比 IPO 價格低，都是往下 crush 的這樣子。我們很常觀察這件事，所以在 IPO 當天去跟人家衝，這個是一個 win rate 有點低的策略。沒錯，對，因為你當天很興奮嘛，但是數據告訴你大概率在未來某個時間點，你可以用比 IPO 當下更低的錢來買。沒錯，如果你這麼喜歡這支公司的話。不過這是題外話，你剛剛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早期新創公司，因為我們不會對那麼多投資人募資，所以這估值哪裡來的？我跟你講好就算了。沒錯。但到越來越多的投資人參與，甚至到最後到公開市場上這麼多股民的時候呢，那大家講嘛，就是在市場上其實沒有什麼秘密，也很難有什麼資訊落差。沒錯。大家最後會根據市場上公定的一個邏輯給你一個數字，那你的那個數字能不能撐起你前面的這個高估值？沒錯。就是在前面把估值頂太高的一個很大的危險。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大的一個風險，就是下一輪募資的這個部分啊。就今天這一輪也定得高，那下一輪投資人馬上買，因為理論上，當然如果你是投一個投資人一路投下去，那我講是一種 story。但現在想聊的是，這一輪的領投是協助你到下一個 milestone。那下一個 milestone 達到以後，還要找下一個領投的投資人出現的時候，他會不會接受這樣的一個估值？那如果不幸的下一個投資人覺得估值沒那麼高，未來市場已經沒有你講的那麼大的話，其實公司要跑一個 down round。那down round其實牽涉到今天一開始投資條件會談的這種叫做反稀釋條件可能會被觸發。那其實它今天在整個投資流程上是會小小的複雜一些啦，基本上需要補一些原本投資人股票啊等等。但基本上down round事情發生的時候，其實大家會覺得是不是公司有什麼狀況，營運不好？未來投資人可能會覺得那一輪怎麼會down round，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子？所以其實我覺得一開始估值撐得太高，對下一輪募資要撐起這樣的估值，也需要 deliver 夠多的 milestone。不然下一個投資人也很難接盤。沒錯沒錯。那如果你沒辦法獲得到達下一個 milestone 需要的資金的話，
基本上公司在價值創造的傳遞鏈上面就會終止。OK， 那大家記得在這段路徑上面，不是你從第一站跑到第3站你就很成功高興帶錢回家，沒錯，你必須要一路跑到底，跑到底，你跑到底，对，你沒跑到底的話就全部不算，沒錯，沒跑到底什麼都不算，沒錯。所以我們當遇到一些就是新的創業家回來講說，哦 ，Series A 最近 AI 估值很熱嘛，每個人都什麼100米啊、200米的估值在那邊募，對吧？那有經驗那種創投油條就跟你講，這件事我好像以前看過，打康 bubble 的時候發生過一次啊，什麼東西加個打康直接起飛嘛。對。那後來發生什麼事，我想大家也都知道。這為什麼去也會了解一下歷史跟過去發生的事情會很有幫助。對，你就知道說 ，OK， 其實同樣的 cycle 你會一直看到。Harvey， 我想 echo 你這個說的，就是我最近也看一個新聞，寫說以現在美國 IPO 的這個速率，然後大家也知道，美國現在目前很多新創獨角獸嘛，就是估值大於1 billion 的就是獨角獸，大概還要再花差不多30年，所有的獨角獸才會 IPO。對，你可以想象嗎？所以你看，像當初我的公司估值達到獨角獸，就哇，我現在是個 unicorn， 然後估值很高，但是一樣，你還沒到終點線，你還沒有出場，這些都是紙上富貴。對，紙上富貴。然後現在他說要30年才會看到新聞說，哇，要30年所有現在 unicorn 才可以 IPO 的話，我說哇，好難想象。对，這表示什麼事？表示說這一些 unicorn 裡面有些人一定會爆炸的，鐵定，對，一定會爆炸。OK。講這故事不是要嚇大家，我們一直都是站在很鼓勵大家，就是很了解現實狀況之後，還是願意去做創業這件事情的角度去跟大家講這件事。但大家記得，就從起跑點一路跑到終點線，這一切才算。OK， 不然的話你就紙上大富翁。所以這個估值的概念，但我們前面有講估值到底怎麼共識出來的，沒錯。但是如果說今天有個機會跟投資人在談判的時候，有時候在很早期其實不要太拘泥於那個估值，對，不是越高越好，不是越高越好，反而是你能夠拿到這個錢，順利到達下一個 milestone， 把估值合理的往上走，對長期發展來講是比較有幫助的。那我想，我不知道這適不適合在這裡討論，但就是我最近還有看到醫療器材有個現象，因為醫材像目前的投資人市場上，其實我覺得相對沒那麼多，那所以醫材在募資，其實在一直找新的投資人事情上是蠻困難的，所以一些美國的公司可能會跑到亞洲來找 funding。但是不是重點是，當現在醫材發現找資金困難，有幾個最近看到的 case 是公司在很早期募一個超級大的一輪，然後像我最近看到有個公司，它產品才剛進臨床，對，然後剛募了100個 million 的一個 size，然後我講 Series A 還是 Series B 就很早期，對，然後我剛好有機會遇到投這一輪的領頭的 GP，我說那你們加起來這樣投了100個 million，那公司的 pre money 是多少？他說20米啊，對啊。所以公司被稀釋的多誇張，對啊，它等於是funding等於是就1/20嘛，所以其實稀釋的很誇張。但是好處是什麼？好處是今天 CEO 從那一天開始，他不用再管募資了，他一路把產品一路做到他 promise 的 milestone，就他不用再花時間說我現在達到這個，可是投資人不投資我，那不就卡在這邊這樣？對。因為有時候很多醫材的新創會卡在一個，他其實已經達到他當初說的 milestone，但是又沒有新的投資人出現，對，那就會很卡這樣子。這個我覺得也很建立在這個創辦人的給人信任度上是。我會這麼早期信任你100個 million，對。就回到我們上一集講的，這個創辦人應該是有一些那個沒錯，他的特質應該是有到。對 ，again 就是任何 deal 都是買賣雙方講好就算的嘛，沒錯。所以我們當然會有一些通常是這樣子，或通常這個狀況一定會有一些特例啊。對，那當然他那麼早就稀釋這麼多，他如果覺得夠不夠，用這個交換未來的穩定性，讓他可以專心，可能 OK，I can see that's a rationale，對，可能合理，沒錯，對啊，那每個人狀況不一樣，沒錯。好，那我們這支影片呢，跟大家講了一下為什麼新創估值不是在最早期的時候越高估值越好，重點是要可以跑完全程。如果這支影片對你現在在想的一些事情有幫助的話，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們，我們未來也可以再做更多類似這個主題的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大家拜拜，拜拜。